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Fine Trader Saturday live stream. I'm Laura, your host. Great to see you again. How is everyone's trading week going? Any wins? Any lessons learned? Drop it in the chat. So let's talk. We got through lucky draw today. The first one will happen 30 minutes into the stream, and we will give away 30,000 short-term account worth 45 USDT. So the second one will be the very end. Super easy to join. Just drop your registered email in the chat and we'll pick winners randomly under authorizations, like 100% fair and transparent. So, and there's the good news. Guys, we've also launched a special discount. It's only for our live viewer the week. Both the legend accounts and the short accounts are 10% off. But it's only for the people watching the stream right now. So if you've been thinking about getting one, grab it while it lasts. Alright, now let's jump into today's main session. We've got 3 parts lined up. First, we'll share some trading experience from our legendary account traders. And second, we'll go into detail about both the short-term and legend accounts. And finally, the part everyone loves is our live Q&A from the chats. So keep those comments coming and don't forget to drop your email for the lucky draw. Next up, we've got a special guest, our trader, Jiang. Since he's from China, it's much easier for us to communicate. So we've invited our Chinese-speaking rep to interview him live. So later we'll upload the translated version to our social media. So make sure to check it out. And let's welcome Jiang. 张志豪你好，我是我们这边的华语区的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整个采访的流程呢，就是我这边负责，首先我代表我们 Fine Trader 整个团体，热烈祝贺你成功通关第一阶段的评估，正式成为我们2000 USDT 自助账户的交易员，所以在我们深入在了解你的交易经验之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吗？好的，可以。首先的话，非常感谢Fine Trader 给我提供这次机会，然后通过这一次考核的话，有一定的运气，也加一定的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实力吧。然后的话，我本人的话是目前是全职在做交易，然后我做的品种的话，有合约，然后外汇以及期货等等。OK， 我们就是之前有因为做了 KYC 这些认证之后，然后我们也跟你之前有过这个尽调，然后我们就是了解到你很年轻，所以我们可以方便问一下你在币圈或者是在这个外汇市场，交易多久了吗？1年。1年，然后你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水准。就是多总结吧，因为我前面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小资金的话去试错嘛，然后去总结一套自己的方法。明白。那你在参加 Fine Trader 挑战之前，你有没有做过其他的一些 Pro-Frame 机构的挑战账户，或者是你拿你自己的真实资金在这个加密市场去大量的去做过呀？没有，我自己的话就是小资金的做过，然后考核的话首次。就是首次去参加一个 Pro-Frame 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明白。那你当初是怎么了解到 Fine Trader 这个平台或者是这个行业呢？因为我是在那种就是在国内的一些招聘平台，然后有朋友是就招聘的老板，然后去推荐了这个平台，然后我做了确实还可以。那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老板，因为我们主要还是针对的是这个海外市场，然后可能也会去遇到一些华人用户，但是从我们整体通关的来上说，都是一些很资深或者是
年龄大概是在30到40岁这种，然后就是资金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的用户，然后像遇到就是很年轻的华人用户，就是通关的这种，你应该是就是比较少的，然后尤其是能做传奇账户的是比较少的。那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平台是有传奇账户和短线账户，对吧？这两个你应该都有了解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传奇账户作为你的挑战呢？不选择短线，对吧？对。因为首次接触到的就是这个传奇的账户，然后并且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它这个传奇账户，它会如果说做单多了，它一定会就常在河边走，总会有失血的，所以说限制自己的交易次数和那个就盯盘时间的话，可能有利于长期稳定的盈利吧。盈利，确实，那你确实很适合做这种长线的交易。我们同时也分析了一下你的交易记录，然后我看你也是只专注于做以太坊，就是 ETH， 然后中间有做过，就是下单过一次那个比特币，但是也取消了。你是平常只专注于ETH 吗？对的，因为其他山寨的话波动太大了不做，然后大饼的话。就我接触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大饼相对于二饼来说，它波动比较小一点，然后，所以我决定专攻那个二饼嘛，就以太坊。OK， 然后看过你当时下了一单，大饼，然后就是 BTC， 但是后来也取消了，然后可以问一下当时的一个想法吗？因为在电脑上操作的，然后下错单了。我去合约它就进比特币，然后当时因为刚好盯盘的时候看到一个机会，然后就试价买入，然后发现买错了，然后就补了一单，后面等应该是差不多盈利了就出了，保本就出了。好嘞，然后你就是在最开始去接触这个第一阶段之前和就是你现在通关之后，就是你对这个加密市场的看法和现在你的策略有一定的变化吗？我对加密市场的看法吗？对，或者是你的交易策略方向呀什么的。交易市场的看法，就是我个人可能只做那个以太坊，我就谈一下我对那个以太坊的那个了解吧。就是说，可能前期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它可能都是一个多单的一个行情。我个人的话，可能青睐于就是说去看它的大周期，去定它的那个以太坊的一个趋势，然后在那个小周期的话去找它的入场位置。明白。那你其实就是整体上还就是做一个顺势交易，就是通过这个大周期的一个周期，然后再去观察这个小周期的一个波动。对的，是这样吗？明白。因为就是我们的传奇账户它有一个规则，就是120规则，然后因为我们很多的交易员其实对这个规则就是问的是最多的，然后就是在实际的交易中，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每日120的这个目标？然后它有没有对你的一些交易习惯带来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改善？120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要达到就是在回撤不超过动态不超过6%，本金不超过5%的情况下，每天能够盈利2%，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说，按我自己的那个经验来看，就是说我抱着就2%的目标去做，但不一定会做满这2%，就求稳嘛。我个人是这样。对，其实我们就是对交易员的要求也是希望他每天尽量就是不希望他盈利太多，但是我们希望他是能做到一个长期的盈利，所以我们就设置这个规则，就是每天能控制住它，就是点到为止。那就是对，然后你之前也说这个160的动态回撤这个规则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你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对它的感觉强烈吗？就是它有没有去影响到你的一些风险控制的决策？因为它刚才讲的就是说它这个动态回撤比较严格，然后我可能的话就是仓位的话一定要合理，就是说如果说仓位开太大的话，就很容易会触及到这个风控。所以说
开仓的仓位一定要严加控制吧。整个交易中有没有就是差点碰到这个动态摆6的时候，然后突然又止住了？就100-200U 可能就触及风控了。然后后面的话，我的策略的话就是说，再把我的那个仓位给它缩小，然后继续去做，然后一点点先把那个回撤给它补回来，补回来之后，再去按我原来的仓位去操作。对。好嘞。那就是对于这些规则来说，你觉得就是心态上的压力会大吗？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就是说它这个回撤还是很严格的。对。那其实也从侧面能突出来，你确实一个非常不错的交易员，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交易员。现在你手上是有这个2K 的自助账户，然后同时你也要去挑战第2阶段的，就是10K 的传奇账户，对吧？你是怎么去准备呢？你是想先继续通关第2关，还是说先把这个实盘账户给做了？我选择的话是先做模拟的。对。就是把第2关通关完了，然后再去做这个自助账户。对的，是争取第2关通关吗？然后就想过把这2个大账户都合并了，还是？对，合并到一起更好操作一点。那你后期在做这个第2阶段的时候，你是策略上是怎么去安排的？是完全复制，还是说是你根据这个账户的资金量，然后有所区分？还是按照原来的操作交易系统去做。对。OK， 好嘞。那接下来就问一些我们平台上的问题，就是说，从你接触到我们这个平台到你现在通关为止，你觉得我们提供的哪些规则或者是支持是你觉得对你帮助最大的？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能够通过去模拟，然后去贵公司去可以给交易员去提供一个实盘的一个资金账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点吧。然后对，然后在做单过程当中的话，就比如说传奇这个账户的话，它每天可能限制个200，然后动态回撤6%的话，也可以去很好的去培养一个交易员。就比如说他有些的可能一直扛单嘛，最终就会扛爆仓。所以说有这个限制之后的话，就可以警示我们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恰当的时候一定要果断的去止损。OK， 谢谢。因为我们平台其实除了传奇之外，还有短线，还有一些经典，然后你有去了解过吗？我其实了解过，我到时候盈利了也想去搞一个经典的账户去操作一下。OK， 还是有这个想法的是吗？因为经典来说是比较偏简单的，因为它没有动态回撤这些规则，可能会对新手来说是很适合的。对。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平台上其实一直在通关，就是去挑战的，就是交易员也蛮多的，然后新手交易员也比较多，然后你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在交易中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吸取的一些教训吗？然后可以去给他们提供到一定的思路和帮助。首先心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一定是要去做自己熟悉的品种，就不能够说我看上某个币，他又想去做一下。这种的话，可能因为你不太了解它这个币的波动，以及它那个主要是波动吧，它波动以及它的就是庄的持仓数量，它可能会对这个波动影响很大。所以说一定要做自己熟悉的品种，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的话，还有就是说一定要严格的止损，止盈的话也就是不要太贪心，止损的话一定是要严格，就是说在一个你可以接受可承受的损失范围内去止损。因为每个人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扛单的资金量很大，特别大之后，你可能就会摆烂了，就是说那继续扛吧。
就这样。如果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你可以接受止损的范围内去止损的话，那可能还好一点。最后一个就是说，一定要顺势而为吧，然后不要去和市场去反着干就行了。OK， 因为确实，因为就是保护资金肯定是第一要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盈利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目标。对的，对的。OK，再次感谢你跟我们的精彩的分享，然后你的经验和见解，然后也很宝贵。后期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把诊断然后去翻译成英文，然后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有很多的英文用户，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好的，那就祝贺你，然后我们后期期待你的新的消息。好的，谢谢。好的，那就先到这里。好，再见。好，再见。